老公，惊喜吗？老婆，这是什么阵仗啊？老公，我们要个孩子吧？老婆，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丁克到底吗？再说了，你都认你闺蜜的儿子当干儿子了，你现在又要亲生的，你让那孩子怎么想啊？可我这千亿家产，总要有人来继承啊！现在生还来得及，我已经40了，再晚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哎呦，老婆，这还不简单吗？把你闺蜜家的儿子过继过来，让他改口叫你妈，将来呀，继承你的千亿家产。这不合适。老婆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那可是你闺蜜，难道你连区区几千亿都不愿意给她儿子吗？你要再听听你在说什么？哎呦，老婆，生育就是闯鬼门关，我宁可绝后，也不能失去你啊！再说，你那闺蜜又不是外人，你还白得一个18岁的儿子，多好呀！反正你都让你闺蜜在咱家住了20年了，把她的孩子过继过来，也不过是改个口的事。算了吧，小健是微微唯一的孩子，他不会答应的。老婆，你放心，这事我去说，他一定会答应的，啊！为什么要一个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，就这么难？亲爱的，你吓死我了！宝贝啊，有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你想不想听啊？除非江曼死了，否则什么消息都不是好消息。差不多了，江曼那个蠢女人已经答应把咱们的儿子过继过去了。真的吗，亲爱的？哎呦！当然是真的呀！那个老东西怕我吃绝户，防贼似的防了我20年，哼，临死前还取消了我的继承权。可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和他亲闺女的闺蜜有了个儿子。私生子，吃绝户。雪峰，你和我丁克，打的是这个算盘。宝贝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？老夫现在就满足你。哎呦，老公，你好棒啊！奸夫淫妇，欺人太甚。不行，直接拆穿，太便宜他们了。我倒是要看看这对狗男女要怎么赢。许峰，宋伟伟，开门！哎，怎么办？慌什么呀？我们只是在谈小钱过继的事情。好。老婆，你们在干嘛呢？这么久才开门？老婆啊，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我和薇薇在商量小钱过继的事情。曼曼，虽然我只有小健这么一个儿子，但是我愿意把他过继给你。谁叫咱们俩是闺蜜呢？哦，条件呢？薇薇心善，没有提任何条件，但是我想着我们应该主动表示表示。
老婆，你说是吧？表示？那你觉得要怎么表示呢？就把你名下江氏集团50%的股份送给小健当见面礼吧。见面礼送50%算什么？我要送就送100%。啊，曼曼，你不是没有100%的控股权了吗？哎，我老公把他那20%给我，不就有100%了吗？怎么不愿意？那算了，我给他准备别的礼物吧。哎，老婆，我没有说不愿意啊。股份转让合同，我今晚就让人给你送过去。反正小健是我亲儿子，股份在谁名下都一样。好，那我这就去准备明天的领养仪式。亲爱的，那江曼他又不是个傻子，咱们这么算计他，他万一报复我们怎么办啊？他可不会报复我，因为在他眼里，20年前救他的男人是我。20年前救我的男人不是他。张秘书，明天有个领养仪式，我要你召集所有海城名流到场。许峰、宋薇薇，你们不是想吃绝户吗？明天我就曝光你们全部恶行，让全行业封杀你们，把你们变成过街老鼠，做乞丐连饭都要不到。去公司。江总，你今天不对劲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开你的车。江总，你要是有什么难处可以跟我讲，说不定我可以帮你。帮我？你除了帮我开车，还能帮我干什么？江总，你信不信？其实我是世界首富。谢谢你的笑话，我心情好多了。江总，我跟你20年了，您要是有什么心事，可以跟我聊一下，不然憋心里，把身体憋坏了就不好了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过是我老公和我闺蜜出轨了而已。什么？许峰竟然敢出轨？大概是因为我这些年太顺了，做什么都如有神助，就连江氏在我的带领下也成为海城第一财阀。应该就是因为太顺了，才会大意到被一个凤凰男耍得团团转。江总，你不要太难过，人见自有天数。难过？没什么好难过的，我只是遗憾，因为一个狗渣男错过了当妈妈的机会。江总别着急，说不定哪天你就会有一个儿子出现。借你吉言。张总，到公司了。嗯。
谢谢。陆总，我要许峰今日的全部行程。是。许峰，你一个保姆的儿子，20年前趁曼曼车祸失忆时趁虚而入，这些年我看在曼曼习惯你的份上，甘愿隐姓埋名当司机守护他。既然你敢背叛，那我是时候让一切回归正轨。江总，许先生刚刚送来的股份转让协议，只要你肯签字，他名下的股份就都是您的。他倒是着急，还说什么了？哦，他还问您什么时候把股份转让给杨子。告诉他，明天领养仪式上，我会当众宣布。是。陆总，徐峰和宋微微打算等到股权到手后就，你看咱们要不直接把许峰跟宋微微给？不，先协助曼曼完成她想做的事，等她出完气再动手。是，陆总，属下还调查到宋微微给他干爹当了整整20年的情妇。真是一对臭味相投的狗男女。把证据备齐，必要的时候给曼曼送过去。是。儿子，爸，我已经拿到海城大学的毕业证书了，你的公司我也帮你接管了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让我见见妈妈呀？明天龙腾酒店，我会当众让你认亲。真的吗？那我现在就准备。江总真的要把1000亿家产都给杨子吗？他都绝经了也没个孩子，不给杨子，难道给外面的乞丐啊？也是。妈，20年了，我终于能堂堂正正的喊您了。小陆总，米国总统在1000亿订单求见，等您回复。不见，今天我谁都不见。还不来？哎呀，亲爱的，领养仪式都开始了，江曼怎么还不来呀？是啊，爸，我请柬全发了，你快催催。我也想催啊，关键是他电话一直打不通啊。来了来了，江总来了。这20年来，我错把许峰认成我的救命恩人，对他百依百顺，以至于他都忘了我江曼自打18岁起就和父亲在商场厮杀。我不是任人拿捏的家庭主妇，而是一头凶狠的狼。曼曼呐，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呀？你怎么才来？领养仪式都开始1个小时了。急什么？20年都等过来了，差这几分钟。老婆，微微忍痛割爱，你不感激也就算了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哎！你打我！我为了弄股权转让协议，可是1晚上都没有合眼。你们非但不关心我，张口就是指责，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哎，忍着点儿，等股权协议一到手，咱们再弄死这个贱人。是啊，爸，你忍忍，等到时候股权转到我手里，我替你狠狠搞他。老婆，你误会了，我是看这么多宾客在场，怕咱家被别人看笑话。是啊，曼曼，咱们这20多年以来，你让我住你家，副卡随便刷，就连我当年生小健难产，也是你忙前忙后把我从鬼门关拉出来。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怎么会指责你呢？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，
你还欠我一条命呢。干妈，我看您熬夜这么辛苦，这样咱这领养仪式直接跳到最后一步，您把股权直接转给我，我跟您一起回家好好孝顺您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这就让张秘书把合同送过来。老婆，不用这么麻烦，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签个字就行。你乱来，老婆，干嘛呀？借你备用一下。哎，亲爱的，忍一忍，咱们要以大局为重。江曼，等你签完字，老子要找10个男人把你三寸猪头。许峰，你们耍了我20年，现在我也要狠狠地耍你们一下。签好了。终于到手了，江氏又是我的了。什么？徐总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很简单，从今天起，江氏集团将由我许峰彻底接管。接管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接管江氏？哎呦，江曼，实话告诉你，宋健是我和你闺蜜的亲生孩子。没想到吧，我和你丁克20年，却和你闺蜜有了一个18岁的儿子。我想你现在应该是要哭吧。20年，我江家对你这么好，就算是养条狗也晓得护主了。对我好？你们要是对我好，为什么只给我江氏20%的股份，不把全部股份给我？奢侈点小恩小惠，就想让我感恩戴德，简直是可笑！我给你豪宅、股份，甚至让你从一个保姆的儿子变成身价过亿的江氏副总，原来这叫小恩小惠。江曼，收起你那副奢侈的嘴脸。虽然你给我们花不完的钱，但是你根本就没有给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，更加没有把我当成你的闺蜜。你说我没有把你当成我的闺蜜？如果你把我当成你的闺蜜，怎么可能把你不要的东西都丢给我？说到底，你就是把我当成一个跟班，一个垃圾回收站。宋薇薇，你但凡长了眼睛，你就应该看得出来，我给你的那些高定服装全是你的尺码，还有那些名牌包包、100万珠宝，都是新的，而且都是你喜欢的款式。老女人，你逼我当了18年的私生子，还好意思说高尚，还好意思说你对我爸妈好？没错，江曼，你少拿那些臭钱来侮辱我们，我们要的是尊严，尊严，你懂吗？不要钱，好啊，那我就如你们所愿，收回你们的一切，让你们一家3口整整齐齐的沿街乞讨。亲爱的，我是不是耳聋了，出现幻听了？他说要收回我们的一切，要把我们一家3口当成乞丐。江曼，该当乞丐的是你吧？没有了江氏集团，你算个屁呀！你们以为拿到合同就赢了？江曼，你就别嘴硬了。看在我们曾经是闺蜜，也看在你人到中年无子的份上，你跪在我的面前写2声狗叫，我就继续把你留在江氏扫厕所，如何？
王女人，还不快谢谢我妈给你的恩惠，否则以你这年纪啊，出去卖啊都没人要。好，那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现在跪到我面前，抽自己耳光，承认自己禽兽不如。我等会儿可以让你们死的不要太难看。江曼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妈，既然他不识好歹，那咱就直接给他来一个全城封杀，让他就算是当乞丐讨到钱，也买不到吃的，活活饿死在海城。你们几个真的是农夫与蛇呀！江总对你们有恩，你们不知道感恩就算了，反而死咬一口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就是，爸，这小瘪三儿说我们过分，过分吗？也许是吧，可那又如何？我现在手上掌握着江氏集团100%的股份，我是海城第一财阀的新任掌舵人。谁要是有意见，我现在就让他破产。你有意见吗？没有。你还有你们有意见吗？没有，徐总，我肯定支持你。我看谁还有意见？我有意见。一个破司机还轮不到你在这放屁。虽然我只是个司机，但我也知道感恩戴德，不像某些人白眼狼。我爸说的对，你们就是一群白眼狼。一群下等人，还敢来教训我？信不信我找人废了你们？废我？你没这个本事。嚣张！等我把你的四肢给废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来人，徐总，给我废了他！是，敢动我的人，谁给你的狗胆？哎呦，亲爱的，一条丧家之犬竟然敢这么嚣张啊！不如呢，我们就先把他给废了，再来解决这个部长眼的臭司机。宝贝，你说的对，股权协议书到手了，我连1秒钟都不想看到这张死人脸。你过来！徐总，江麦，在你抽我那一巴掌的时候，我就发誓，只要等你签完字，我一定要将你抽成猪头。把我抽成猪头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半个小时前还没有，但我现在有。来人，给我抽！徐总，这不好吧？一个巴掌1万块，打得卖力的3万块，抽不抽？抽！给我上，抽死他！干什么？贱人，你还敢打我？你这是找死！找死的是你，蠢货！睁大你的狗眼，仔细看看合同上写的是什么字。啊！亲爱的，怎么了？写的什么啊？王八！王八！
完了！哎呦，王八呀，完了呀！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亲眼看着他签的字，真是王八。那你看，哎，真是王八！不可能，儿子，你跟你爸演戏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们笑什么呀？给我滚！给我！惊喜吗？3分钟前，各位的表情可比现在精彩多了。妈妈，其实我们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是吗？是啊，干妈，我们刚才看这个氛围有点干，逗您玩的呢。您从小看我长大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哦，许峰、宋微微，你们一个是我老公，一个是我闺蜜，却联合起来一起坑害我，想吃我绝户。说吧，想怎么死？老公怎么办？爸，快想想办法！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你们不是看着他签了字吗？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局势瞬间就逆转了呢？当反派还这么蠢？江总当年对付叛徒的手段，那可是让背叛者的坟头草都3尺高。是江曼，你设局害我，玩阴的，逗狗而已。哼，江曼，你还真以为我就毫无底牌了吗？啊？哦，你还有什么底牌？哼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藏着掖着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公司的元老早就被我收买了。今天就算你不签字，我照样能让你像条上家犬一样的爬出僵尸。亲爱的，果然你还准备了后手啊！当然了，吃绝户这个事儿没有完全的把握，我怎么敢这么嚣张啊？爸，这有杀手锏，您不早说，害得我刚刚在这个老女人面前丢尽了脸。许峰，江氏的元老都是跟着我打江山的，你一个赘婿，他们不可能听你的。江曼，你太自信了，立刻召集江氏所有高层过来，我要当众架空江曼，把他逐出江氏，让他彻底成为一条彻头彻尾的落水狗。许峰这么自信，难不成集团高层里真有他的人？如果有，那正好，趁这次连根拔起，一个都别想跑。江曼，你不会真以为我是你们江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吧？那你知道你为什么永远都翻不了身吗？因为狗永远都改不了吃屎的本性。你找死！哎，爸，先别急嘛，等这老女人最绝望的时候，咱们再慢慢玩死她。没错，老公，她猖狂不了多久的。哼，你们说的对，等我的人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！江总别怕，有我在，谁都伤害不了你。堂堂江氏的总裁，现在就要躲在一个司机的背后。我看你的时代呀，真的结束了。许峰，你还真会给自己加戏，可是跳得再高，也永远改变不了你只是个配角的你。你们说，
是不是？江总说的对，有些人再怎么折腾也上不了台面，而且还是个自以为是的跳梁小丑。奇怪，为什么每次看到这个年轻人，总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？江曼，你就得意，等江氏的高层一来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众叛亲离。没错，江曼，到时候你别哭着喊着求我们手下留情啊！儿子，黑进江氏员工的手机发一条消息，就说江总被许峰联合高层架空，正在龙腾宴会厅受欺负。OK。江总别担心，有我在，没有任何人能动你分毫。担心？就凭他们，也配让我担心？自信是好事，但盲目自信只会让你摔得更惨。许峰，我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送给你，不是你的东西，强求只会自取其辱。爸，公司的人什么时候放来？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这群人跪地求饶的样子。徐总，我们来了。徐总好。我的人来了，江曼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张秘书，原来我身边养了一条毒蛇，难怪这对狗男女偷情这么久都没有露馅。搞定。江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上个月你母亲重病住院，30万手续费是我给你的，你当时感激涕零地说一定要好好报答我，这就是你的报答。江总，良禽择木而栖，您没有继承人，这公司早晚都是徐总的，我不过是给自己留个后路罢了。你跟了我3年了，应该很清楚，我最恨的就是背叛。清楚，我为什么要清楚？现在人事总监、运营总监、财务总监3位掌管公司命脉的元老都站在了徐总这边，你还能有什么筹码？江曼，被自己养的狗反咬的滋味如何呀？你以为拉拢这几棵墙头草就能赢？天真。哎呦，太不义了！你看看现在，谁还愿意搭理你呀？没错，现在估计连个给你倒茶的人都没有了吧？江总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把股权交出来吧。您就算现在发布命令，也不过是一纸空文。别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江曼，你看看你多可悲呀！在场这么多人，居然没有一个人还愿意支持你呀！谁说江总没人支持？我们就是江总的人。把给我滚回去上班，这里没有你们什么事儿。江总的事，那就是我们的事儿。没错，许峰，你是不是忘了江氏是靠谁撑起来的？你现在的荣华富贵又是谁给你的？反了天了你们！一群公司底层的蝼蚁，连公司高层会议都没资格参加东西，也配指责徐总？一群小学文凭的废物，真当自己是盘菜了？小学文凭怎么了？小学文凭的人也比你们这群所谓的高学历人群懂感恩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你们3个所谓的高层，只不过是发号施令的蛀虫。真以为离开你们，江氏就不赚了？放肆！你一个开车的破司机还敢大放厥词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一条摇尾乞怜的狗罢。你拉拢的这几个，除了会捞油水，还会什么？公司真正的实操业务，他们碰过吗？没有我们发号施令，你们就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。没错，一群吃里扒外的废物，你们全被开了，滚回你们农村老家种地去吧。一群酒囊饭袋，还想开我的人，谁给你们的权利？谁给你们的自信？
江曼，你打我！你一个肱二师弟还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条吃里扒外的狗，张秘书啊！从前我看你可怜，很多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，但你当真觉得我江曼就是一个大傻子吗？江曼，你在说什么东西？我根本不清楚。2015年8月，你和财务总监做假账，私吞公司50万，11月100万，次年3月300万，至今为止，你们一共挪走了公司1000万。这笔数目再加上你们做假账的违法手段，你猜，这辈子还有机会从牢里出来吗？胡说八道！江曼，我看你是走投无路了吧，才像疯狗一样乱咬人。没错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说我们做假账吞公司钱，那你有证据吗？你就这么确定我没有证据？江曼，别装！以我对你的了解，要是你有证据，早就拿出来了，怎么可能和他们扯这么多呢？就是，哎，老女人，你要实在没招了呢，就跪在地上求求我，说不定小爷我一高兴，给你介绍个有钱人，给他当暖车大妈。再敢侮辱江总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你个臭司机，居然敢打我，找死你！我的这一脚教你如何做人。妈，这臭司机打我！我的儿子！你这个臭司机，你居然敢踹我儿子！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陆琛，马上给我儿子跪下磕头，然后至少10个我道歉。我陆琛只跪天地和父母，让我跪，你们不配。好大的口气！难不成你这个破司机还能反祖天？我爸的身份说出来，你们恐怕会吓得把眼珠子都抠了。哼，那你就把他的真实身份说出来，吓唬吓唬我们呀！陆琛，你要是说不出来个好歹，今天你和你儿子谁都别想站得出去！都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，我就是世界首富。世界首富？我听到了什么？他说他是世界首富。要是你是世界首富，那我就是世界首富他爹。爸，别跟废话，我要他死！乖的，爸马上就帮你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司机。陆琛，你刚刚踹了我儿子一脚，我现在打断你的双腿，不过分吧？你们2个，给我上，飞了他！去，徐总。我看谁敢！江总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你故意挑唆他来打我儿子的？你脑子又哪根筋搭错了？我儿子刚刚没有跟任何人起过冲突，也就是你了，就是你，对不对？江曼，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教唆别人打我的儿子。许峰，你就这么确定他是你的儿子？废话，不是我的儿子，还能是你的儿子呀？徐总，江曼这个贱人不仅污蔑我们，还教唆别人伤了您的犊子，您一定要报警啊！让警察把他抓去坐牢。没错，就让警察好好处理处理这个疯女人。报警，正好，省得我跑一趟。江曼呀，江曼，原来留给你的活路就是跪地要饭，但是现在嘛，你只能躺着吃牢饭。治安所吗？腾龙酒店有人交所伤人，对，已经控制住了。好，江总，这下要去监狱当老大喽。江总，您还记得教我人生当中的第1节课吗？没有证据的指责就是诽谤。要证据，那就让你们看个够。
张秘书，你每笔转账的 IP 记录，财务总监的假账明细，连你们和许峰分赃的录音，都在这里。想不想听听里面都录了些什么？老赵，您的假账到底做的真不真啊？咱们都已经挪走了公司1000万的项目款了，这要是被人发现了，牢底都要坐穿啊！放心，我可是财务总监，怎么可能连个假账都做不明白？况且别忘了，咱们还有徐总兜底呢。你哪来录音？我是教过你，没有证据的指控就是诽谤，但是我还教过你，用人疑3分。不可能，你这录音分明是假的。没错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谁知道你是不是用 AI 修改的录音？不仅录音是假，那些所谓的证据，也是你找人花钱做的。啊，江曼，虚张声势这一套，对我们不管用。行，看来你们是铁了心要嘴硬到底。我告诉你，你这证据根本就不直接，法官都看了也不会承认。那你们觉得什么才算直接证据？至少得有监控画面吧，这看得见摸得着的，那才叫证据。那公章上的指纹要不要也验一验，看看谁的手脏？老许说的对，没有监控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。江曼，有本事你把监控给我拿出来啊！你就这么确定我拿不出来？要能拿，他刚刚就会和录音一起甩出来。就是，江曼，你虚张声势的样子真可笑啊！小曼，既然拿不出监控，那就不要怪我们告你诽谤了。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否则牢饭可不好吃。江曼，女人嘛，何必争得头破血流？把股权交出来，我们还能给你留点体面。你做梦！你给脸不要脸！有本事你交出监控，否则我们让你牢底坐穿。谁说江总没有监控了？我现在给你们个机会，跪下来向江总道歉，否则公开监控，让你们牢底坐穿。还公开监控？你当我是吓大的呀？我倒是要看看你们今天怎么公开这个监控。好，那我就成全。立刻播放证据。是。都给我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，什么叫铁证如山。这些证据我暗中收集了这么久，唯独那天的监控被他们彻底销毁，连顶尖黑客都束手无策。陆晨，你到底是怎么拿到这段监控的？铁证如山，你们还有什么颜面狡辩？这什么情况？监控明明被我们摧毁了，这不可能啊！蠢货，给我闭嘴！监控录像、假账明细，所有证据我们都会呈交治安所。1000万的窟窿，够让你们把牢底坐穿。江总，不行啊，江总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就看在我为公司卖赔了整整10年的份上，你饶了我这次吧，江总。江总，我错了，看来这么多年一直提拔我的份上，求您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发誓，我这辈子不愿意做你的狗，江总。原谅你们是上帝的事，我只能负责送你们去见上帝。来人，将这2个助手送去治安所。徐总，你说句话呀，徐总，这一切都是您指使的，徐总。对，假账的钱多半都进了您的口袋呀。是啊，胡言乱语的狗东西。江总明鉴啊，我们都是受徐峰威胁的。哎，对，其实我每天都想揭发他，但是我怕自己的家人受他的报复。对，我们心里装的都是公司，
这些年我们过得简直生不如死，许峰他拿捏着我们的把柄，我们也是走投无路啊。对，走投无路，受贿300万，明码标价买卖公司的岗位，也是有人拿刀逼着你们的。这一定是陷害，肯定又是徐峰。留着这些废话去和法官说去吧，都带走。哎，江总，哎，江总，再给一次机会吧，江总。许峰、宋薇薇、宋健，该你们了。江麦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后果承担不起。你怕什么？我只是找你讨个债而已。讨债？讨什么债呀？当然是你用我的钱养小三儿的债。18年，520件礼物，3000个红包，1亿8千万。许峰，还钱！婚内财产我有权支配，我的钱，我想怎么花我就怎么花，你1分钱也别想从我手上拿走。你的钱，你账户里的每1分钱都是我赚的。今天，你必须要把每1分每1毫都还回来，否则什么？否则我就让你跟那2个白眼狼一起去把牢底坐穿。强妹，我知道你怨我让你丁克了20多年，这样，我让小健给你当儿子，就当弥补今天这场闹剧，就到此为止啊。宋健，一个好吃懒做的小白眼狼，还不配给我做儿子。老女人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说我给脸不要脸？你无儿无女，你就算闹得再大，你的家产最后不还是给我？我劝你识相一点，否则我让你死都没人收拾。什么？你说江总无子无后？哼，他像条狗一样陪我爸丁克了20年，现在根本生不出孩子了。他不是无儿无女，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江总有一个儿子，而且比你优秀1000倍。这老女人有个儿子，是在梦里吗？啊？江曼，你让这个司机呀，快闭嘴吧，免得继续说下去，难堪的是你。宋薇薇，你急什么？你的债，我还没开始算呢。少胡说！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这些年你从我这儿顺走的东西，清单都在这儿。3天之内，你要是不把钱还回来，牢饭够你吃下半辈子。江麦，你疯了吗？我给你台阶你不下，非要撕破脸吗？凭什么你给台阶，我就要下？就凭20年前是我救的你，你的命是我给的，够不够？我就说江总怎么会下嫁给一个保姆的儿子，还百依百顺，原来是有救命之恩呐！这恩情确实大过于天。听见了吗，老女人？要是没有我爸，你早死了。是，丁克是骗你的。我和你闺蜜都有了一个18岁的儿子，用你的钱把他养大又怎么样？你欠我一条命，别说骗了你20年，就算要你的命，你也得给。如果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一条活路。但是许峰，你确定20年前救我的人是你吗？我当然确定。你醒来后见的第一个人是我，你住院长期一直对你端茶倒水的也是我。怎么，现在想赖账了？你之所以会照顾我，那是因为那个在我家当保姆的妈，是她知道我车祸失忆了，才让你来冒充我的救命恩人。你少血口喷人！你说我冒充，证据呢？不巧，我还真又有证据。
还记得20年前撞我那个高翔吗？记得，那又如何？这都过去20年了，难不成你能联系上他，把他带来现场打假吗？哎，被你说对了，我还真找到他了。你别搞笑啊！华夏足足有20亿人口，这事都过去20年了，他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。你到哪里去找个人过来呀？那我们请高翔先生进来，有请高先生。高翔，他居然真的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哎，陆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现在是江总的司机，跟着一起来的。高先生，抱歉冒昧打断你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很想知道，20年前救我的那个人是他吗？当然就是我。高先生，你可千万别乱说话。这年头，开车出门撞死个人是很正常的事儿。你威胁我？我只是想告诉高先生，得罪人的事儿少做，否则小心遭报的。好好耍，我保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。但你要敢乱说，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安生。高先生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威胁我，让我骗你说他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姓高的，你几个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他不是江小姐的救命恩人。你胡说！江曼醒来第一个见的人就是我，他不是我救的，还能是谁？江小姐的救命恩人是他。什么？姓高的，你说谎也不打打草稿。他在我们江家做了20年的司机了，江曼要真是他救的，他早就跳出来要好处了。没错，你一进来就跟着臭司机寒暄，我看呐，你一定是收了这臭司机的钱，故意诬陷我爸。都给我闭嘴！高先生，我的救命恩人真的是他吗？我所说的千真万确，我今天还带了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。事情都已经过去20年了，能有什么证据啊？少在这里虚张声势。就是我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画面。你留着当年行车记录仪里面的监控视频？我撞了人，导致江小姐借询性失忆，这么重要的证据，我当然要留着。刚好派上用场了。江小姐，我手机云端有我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备份，您亲自看看。他就是个骗子，江曼，我命令你不准看！滚开！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了！陆晨，20年前救我的人，原来是你。是我。那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是你救的我？我爸提起旧事，刺激到你，再加上你失忆之后执意要嫁给许峰，所以我就一直没说。所以，你是因为许峰冒充我，才嫁给他的。没错，如果不是他冒充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可能嫁给他，对他千依百顺了整整20年？畜生，竟然敢冒充我谢恩求报！靠！你也打我！你一个臭司机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厚颜无耻的诈骗犯！怎么回事？这臭司机的身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我竟然被他踩着，完全挣扎不开。爸，阿江曼，
现场这么多名流，你就要看这里养的这条狗一直把我踩在脚下吗？现在这个画面，你看起来比较像那只落水狗吧？许峰，在你选择冒充我救命恩人计划吃绝户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。你既然这么恨我，那我和你离婚。离婚？谁和你离婚？你被我休了。江满，我不管你是离婚还是休夫，你要想和我分开，就把你名下50%的财产给我。给你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名义上的老公，是法律公认的配偶。你想和我离婚，就得分我钱。没错，离婚财产对半分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的条款。江曼，你要是不想分钱，你就是犯法。我用20年换你500亿，不亏啊！你真是在做梦。江曼，难道你知法犯法？婚姻中存在重大过错者净身出户，而你许峰不仅婚外情，还和你的小三儿生了这么大个儿子，你这是重婚。重婚怎么了？重婚你也得给我钱。重婚是违法的，不仅要净身出户，还得去坐牢。你少吓唬人，我只是出了轨而已，我又没杀人，又没放火，我犯了哪门子法呀？爸，那个前几天法律老师上课说过，重婚是违法的，不仅要净身出户，还要坐牢。滚，臭小子，你哪边的呀？我就是说的事实。剩下的跟治安官说去吧。保安，现在立刻把他们带走。等等，老女人，你得意太早了。我们法律老师还教过，现在私生子也有合法继承权。小姐，这事你说的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这是国家刚出台的法规，我刚查了一下，我现在有江氏集团的合法继承权。这是真的吗？哎，我的儿子，不愧是你，太棒了！江曼，你没想到吧？我虽然净身出户了，但我儿子照样可以继承你们江氏全部的财产。老女人，总要死的吧？你无儿无女，只要你一死，那万贯家财就都是我的了。到时候别说是500亿，就算是1000亿，都得给我爸。小姐，我的好大儿呀！都说养儿防老，古人诚不欺我呀！一个私生子竟然有100%的继承权，实在是太恶心了。江总被迫丁克了20年，这要是出个什么意外，他是打拼了一辈子的钱，这都是这个渣男跟小三的了。是啊，他这次呀是被坑惨了。收起你们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我就算是把钱全部都捐了，也不会给你们留1毛钱。捐？老女人，你资产少说也得1000亿，想要全都捐了，走流程也得大半年。你说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你要是突然出现个意外死了，这钱不还是我们的吗？江曼，你不是很能吗？有本事你现在找个继承人来继承你的1000亿家产呢！江南，你知道吗？我骗你丁克20年，等的就是今天。你现在想生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吧？绝望吗？愤怒吗？这就对了，我就是要让你绝望，就是要让你痛苦。谁说曼曼没儿子了？臭司机，你又打我！不对啊，你刚刚说江曼什么？没错，曼曼不但有儿子，他人现在就在这儿。放你妈的屁！我和江曼丁克20年了，他哪来的儿子？天上掉下来的？石头崩的吗？你对我和曼曼的事一无所知。陆琛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江曼，你傻
不傻呀？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这个穷司机就是看上你江家的钱了，他想带他那个野种，骗你的钱，骗你的家业。一个开车的下等人，也配和我抢？你活腻了吧？你们这些底层人啊，为了攀附富贵，还真是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呀！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你就应该明白，所谓的富贵，在我面前不值一提，在我心里，最重要的就是曼曼。陆晨，你话说的这么好听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你是不是想说，你儿子陆远就是江曼的亲生儿子？是，小远就是曼曼的亲儿子。什么？你说小远是我的亲生儿子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记得陆远都20了吧？难不成你想说你和江曼在我结婚之前就搞在一起了吗？你再不闭嘴，你信不信我让你永远闭嘴？陆晨，你缺钱，我可以借给你，但是你不要拿小远的身世来开玩笑。曼曼，相信我，我永远不会骗你。小远真的是你的亲儿子。臭司机，你说陆远是江曼的儿子，证据呢？如果你拿不出证，我立马以诈骗罪送你去监狱蹲大牢。蹲大牢的只会是你，许峰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跪下来向曼曼道歉，否则公开证据，让你坠入深渊。我好怕哟！求求你了，你这个臭司机，赶快公开证据，让我绝望吧！啊！好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陆晨，别闹了，再闹下去没有办法收场了。曼曼，相信我。哎呦，亲爱的，你看看他们俩，一个呢生不了孩子，走投无路；另一个呢就想指望着儿子攀高枝。哎呦，他们两个凑一块儿，像不像一对落水狗呀？像，真像啊！臭司机，你不就是想让你儿子来跟我抢财产吗？那快点证明吧，不然不仅江家是我的，你们这对虚荣的贱民父子，下场啊会和那老女人一样凄惨。瞪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，皇家医院的盖章，小远就是曼曼的亲儿子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假的，你这是伪造的。对呀，没错，哪有女人生了孩子自己不知道的呀？这个鉴定一定有问题。这个证明是真的，皇家医院的盖章采用了特殊工艺制作，至今无人能仿造。江曼，那你都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跟那个破司机告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的？你算老几，也配来质问我？你，陆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要知道所有真相。20年前，我被对家下药，然后我们就发生了关系。从那天起，你就特别恨我，我也不敢见你。再后来，你就出了车祸，变成了植物人，失去了记忆。所以你是想说，我在植物人期间怀孕生了个孩子？是的，你生完孩子以后，我去交费的时候，你醒了过来。但从那天起，你就像着了魔一样，要嫁给许峰。我怕刺激你，索性就带着小远隐藏身份，在你的身边做司机。为什么？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楠楠，这都不重要了，所有的一切，全都是我心甘情愿。难怪，在我第一眼见到小远的时候，
就觉得特别熟悉，特别亲切。原来他是我的孩子。妈，江总，我能这么叫您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妈，20年了，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叫您妈了。够了，演够了吗？在这里装什么母子情深？恶心谁呢？许叔叔，你这是绝户的美梦吃不到了，就开始狗急跳墙了。陆远，你这副嘴脸，跟你那个爸一样令人作呕。早知道你是个祸害，在你出现在我面前的第一秒的时候，我就要把你掐死。许峰，收起你的恶毒心思，否则我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凄惨。陆晨，你真该死！你知不知道，你把我精心策划了20年的计划，统统都毁了！你让我20年的心血都毁于一旦了！从你惦记起江家家产的那天起，就注定你会输得一败涂地。输？我不会输，我还有宋剑，只要有我儿子在，我照样能够分走江曼1半的财产，500亿，不少了。许峰，你真以为我拿你就没有办法了吗？江曼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一副自以为是的嘴脸。但是你输了，你再怎么挣扎也没有用。我就是要以私生子来分走你辛苦赚来的钱，并且膈应你一辈子。许峰，谁告诉你宋剑是你亲生的？宋剑不是我的儿子，还能是谁的？你他妈少在这放屁！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我，不如你问问你身边的好女人、好小三儿。听你这意思，宋剑不是许峰亲生的？当然不是。你这个破司机，你再敢胡说八道，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你看，我还没说到重点呢，你就着急了。谁急了？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啊！亲爱的，你别听他胡说，小剑千真万确，他就是你的儿子啊！就是啊，爸，我不是你儿子，还能是谁儿子？这司机啊，就是怕我分家产，故意在这捣乱。宝贝，你放心，我没那么傻。底层的人就是底层的人，玩这些花样，难道不觉得丢脸吗？你这些招数，都是老子以前玩剩下。许峰，你前几天是不是去做了全身体检？是。怎么样了？什么？老公，你去医院做检查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我前几天身体不舒服，顺便就去了一趟医院。怎么？你怎么这么大反应啊？没事。完了，许峰怎么会突然去体检？万一查出来他有无精症，小剑的身份不就暴露了？到时候我就全完了。许峰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的体检报告今天就该出来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你这个臭司机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患的是无精症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。你放什么狗屁？什么叫我这辈子会没有儿子？我儿子都这么大了，看不到吗？就是啊，他如果生不出来，小剑是怎么出来的？这个问题你不该问我，你该问问你自己。你这个低贱的司机，你要是敢再乱咬人，我就告你诽谤。你看，我还没有指名道姓呢，有人就跳脚了。狐狸尾巴要露出来了，可不就得急着咬人吗？江曼，我告诉你。不管你玩什么阴的，你的财产我分定了。许峰，你想不想知道，到底是谁给你戴的绿帽子？我保证，你知道以后，一定会惊掉下巴。收司机，你快闭嘴！亲爱的，你千万别信他呀！这么多年来，我跟着你没名没分的，还为你生了个儿子，我怎么可能会背叛你呢？宝贝，你放心，我信你和江曼那个女人不一样，你温柔体贴，
还为我生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子，你绝不可能出轨的。说得对，爸，咱们才是一家人，别听外人的。哎，他的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啊？已经出来了。喂，许先生，您的报告出来了，其他指标正常，但您确诊为无精症，这辈子恐怕都不能生育了。体检报告已经报到您手机上了，注意查收。什么？许峰竟然有无精症？那这儿子岂不是？小声点！你看他那绿帽子都快长头上了，你还这么大声嚷嚷，这岂不是在往他胸口上插刀啊？天呀！老天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？因为老天有眼啊，风水轮流转。徐峰，你还想让我丁克吃绝户？你先看看自己头上的帽子有多绿吧。你居然背着我投人！爸，你冷静点，别打人啊！鬼们，说，宋建到底是谁的种？亲爱的，这真的是你的儿子！医生说了，我根本不能生，你骗鬼呢！宋薇薇，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耍呀？别急眼呀，许峰，孩子不是你的，但老婆还是你的呀，你说是不是？对呀，妈妈她说的对啊，我人不还是你的吗？宋薇薇，你穿的名牌，戴的珠宝，哪一样不是我出的钱？我许峰自认为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怎么能够让我戴了18年的绿帽子？你还是个人吗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花的一分一毫，不都是江曼的吗？哎，你们这么一闹，我还想起来了，你欠我这1亿8千万还没还呢。宋薇薇，我限你在今天之内把钱给还了。许峰，你欠我的钱，凭什么叫他还呀？就是啊，你欠的钱，你凭什么要我来还呀？这1亿8千万都是你花的，就该你还。你也太不是男人了，你睡人家的时候怎么没让人家还钱啊？江曼说的对，这么多年来我伺候你，你给我钱，咱们这叫各取所需，我凭什么替你还钱啊？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，宋薇薇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今天还不上钱，我就去告你。这么大的金额，足够让你坐1辈子的牢了。爸，你有点过分了吧？我妈这么掏心掏肺的对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呢？许峰，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。要不是人家薇薇，你这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无痛当爹。正好，我还得感谢他给我戴绿帽子，给我找了个便宜儿子嘛。徐峰，你确实应该好好谢谢我，毕竟你都不算是个完整的男人。要不是我，恐怕没有人愿意让儿子叫你一声爸。师傅，你又敢打我！你打的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哎，小妹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只是被绿了，我可是差点被吃绝户。宋薇薇该打，你就不该打吗？那怎么可能一样？我可是个男人。你连生育能力都没有，根本就算不上男人。江曼，你找死！你动下试试。宋薇薇，我怎么了？你只敢打我？那江曼的巴掌都呼你脸上了，你连骂他一句都不敢。许峰，我看你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怂蛋。你给我戴了20年的绿帽子，老子今天打死你！许峰，你今天敢再动老娘一次，我就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我干爹。哼，我干爹要是知道你打我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干爹？你还有干爹？你干爹是谁啊？江曼，你没想到吧？我还有后手。你有干爹，许峰有无精症。那按照剧情发展，宋建的亲爹该不会就是你的干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？猜对了，一手勾着江总的老公给人家当小三儿，一边
还给干爹生儿子，这宋薇薇玩的也太花了。许峰刚才还想吃江总的绝户，现在看来，这人就是纯的大冤种啊！是啊，你今天不是要把你干爹叫过来吗？你现在就把他给我叫过来，我要和他当场对质。这就叫啊，谁怕谁？喂，干爹，有人欺负我！我在腾龙酒店。什么？你正好也在这里？好，那我在宴会厅等你过来。等着吧，死凤凰男！等我干爹到了，要把你打我的那一巴掌100倍的还回去。什么？你叫我凤凰男？你一个保姆的儿子入赘到江家，你不是凤凰男是什么呀？他说的没错呀。死臭司机，你也给我等着！要不是因为你，这事情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地步？哼！等我干爹到了，把你们通通都给收拾了。那你干爹那么厉害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给许峰当小三儿啊？臭司机关你什么事啊？哼！要不是他家里还有一只母老虎盯着，我至于和许峰这种货色勾搭在一起，让小贱认他当爸吗？行，那你赶快把你干爹叫过来，正好今天一窝收拾了。你要收拾我干爹？你怕是没这个本事啊！哦，连我都收拾不了，那你这个干爹是何方神圣啊？说出来怕吓死你啊！我干爹就是龙神集团的秘书长。啊！天哪，龙神集团那可是全球第一财团，他们的董事长世界首富，神秘无比，无人见过他的真容啊！龙神秘书长还是董事长的心腹，也是为数不多见过他的人。他的一句话呀，就能让江氏彻底毁灭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你干爹是龙神集团的秘书长的表弟。我就说嘛，陈叔叔明明为人正直，他怎么可能在外面认干妹妹搞外遇啊？臭小子，说的好像你跟秘书长很熟的样子啊！确实很熟，我小时候他还哄过我睡觉呢。你说秘书长小时候哄过你睡觉？没错。不是，你怎么不说董事长是你爹呢？董事长确实是我爸。妈，你听没听见啊？这臭司机的儿子说世界首富龙山集团的董事长是他爹。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！你爸吹嘘说呢自己是世界首富，你呢就吹自己是世界首富的儿子。那你们是不是要说他是世界首富的夫人呢？看来你还是有点脑子的。臭司机啊，你们一家敢冒充董事长，给我等着吧！等我干爹到了，你们啊全部都得完蛋！一个小小的蝼蚁而已，来了以后正好一起收拾了，省得以后你们在曼曼面前蹦跶，影响曼曼的心情。陆深，不要小看秘书长表弟这层身份，但凡是能跟龙神集团那位董事长扯上点关系的，每一位实力都不容小觑，他们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。妈，您别担心，论和龙神集团董事长的关系，谁能亲密过您啊？您啊，可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。小远，你别乱说，我跟那董事长见都没见过，何来亲密之说？哎，我真受不了了！妈，干爷爷什么时候来啊？干女儿，谁敢欺负你啊？曼曼别怕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江氏。想不到宋文文干爹居然会和龙神集团扯上关系，这下可麻烦了。哎呦，干爹你总算来了！你看我的脸都被他们给打肿了，你看。干女儿，你脸上的巴掌因为是谁打的？西塔！哎，混账！敢打我干女儿，你他妈是活腻了！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龙神集团秘书长的表弟又怎么样？你给我戴了18年的绿帽子，还骗我给你养了18年的儿子，你现在还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
拼了！干爹，我跟您开玩笑的，给您养儿子是我的荣幸。魏魏，我们不是敌人呀！你别忘了，今天我们被江曼这个臭年，还有那个臭司机欺负得多惨呀！干爹，要不咱先别管曲风这个死凤凰男了。今天啊，他们不仅欺负了我，还欺负了小健。什么？他们欺负了我儿子？爸，这臭小子改口改得还挺快，以前算是白疼他了。江曼这个老女人，联合这个臭司机，不仅骂我，还打我。打哪了？快让爸爸瞧瞧！哎呦，这都红了一大片。小健别怕，爸这就给你报仇。江曼，你识相的话，现在就跪下来，让小健扇你100个耳光解气，否则明年的今天棺材板就是你的床。是吗？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惹到什么人了吗？哎呦，我不知道啊，要不你告诉我？好啊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。来，告诉我。哎呦，臭司机，你知道我背后的人是谁吗？敢打我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敢欺负我的女人，你不仅要遭殃，连你背后的人也要跟着一起遭殃。臭司机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背后的人那可是龙神集团的秘书长，我表哥在龙神集团的地位那可是仅次于董事长。陆震，你不要乱说，龙神集团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。曼曼，一个秘书长而已，还敢欺负你？我现在就把他开了。哎呦，我听见什么了呀？这个臭司机说要把我表哥给开了。臭司机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不会以为自己是龙神集团董事长吧？还敢说这种大话，你简直啊是自取灭亡！没错，我就是龙神集团的董事长。行了，别跟他们讲什么废话了。刚才他那番话，我已经录音了。敢冒充董事长，只要我把这份录音放到我表哥的面前，你们的下场比死还难看。干爹，还是你聪明啊！爸英明，这下他们不仅得罪了我们，还得罪了龙神集团的董事长，这下他们的下场啊，恐怕比死都难看。宋薇薇，你不是想要江氏吗？你让你干爹把录音删了，我可以签下股权转让协议，把江氏给你。不，我现在不要江氏了，我要你死！江曼，你踩在我头上这么多年，现在也该匍匐在我的脚下啦！哎，干女儿，事情也不要做得那么绝。江曼，我这个人呢，也不是不讲道理呀。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我可以把录音给你。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那当然是想要你在现场来一段脱衣舞呀！一代千亿女总裁单众跳脱衣舞，这劲爆的画面我可一定要录下来。你别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？哦，也许吧。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啊？江曼啊，这件事情啊，你可怨不得别人，要怪呢，就怪你旁边这个喜欢装逼的臭司机呀！你放任我这么好的男人不要，偏偏要一个臭司机。江曼，迟早有一天你会被他害死的。你这种爱吃绝户的好男人，我可要不起。你呀，
还是戴好头上的绿帽，跟你的宝贝小三儿好好在一起。你行了，别废话了。江曼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跳还是不跳？要钱可以商量，跳舞没得商量。行，你要是不跳的话，我立刻就把这份录音发给我表哥。陈惊鸿是吧？你表哥知不知道你用他的名头这么嚣张啊？你个臭司机，死到临头了还敢这么嚣张？你真是不知道这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啊你！我有没有死到临头我不知道，但重要的是你以及你背后的靠山都要完蛋了。怎么？听你这意思，是还想开除我表哥喽？当然。什么？我听见了什么？你这个臭司机，居然还想开除龙神集团的秘书长？见过找死的，没见过这么找死的。咋了？臭司机，你还真把自己当龙神集团的董事长了？你要是能开除我表哥，我现场直播吃屎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立刻把我的秘书陈国涛开除，就跟他说，他的表弟人品恶劣，得罪了我，搞定。要不是我在来之前，微微已经把你的身份告诉了我，我还真相信了你嘴里的话。我爸说的话你最好信一下，否则等会儿后悔再哭就来不及了。后悔？搞笑！你们只不过是一个司机和一个司机的儿子而已，有什么本事让我后悔呀？啊？没错，臭司机，你就别装了。我亲眼看见你在江家做了20年的司机，难道说这20年的经历都是假的吗？经历当然是真的，但你不知道我的身份也正常。如果不是曼曼，就你这样的女人，连见我一面的资格都没有。好了，陆晨，不要再胡说了，否则恐怕就算我付出整个江家，也保不下你。妈，别担心，在这个世上，能动我们的人，恐怕还没有出生。看来小远和他爸待在一起久了，也喜欢说大话了。以后我可得好好把他给扳回来。臭司机，你就别再演戏了。你不是说要开除我爸的表哥吗？哎，怎么你说了话就不负责了？就是，你不是说要开除我表哥吗？哎呦，我求求你赶紧开除啊！来开除啊！喂，表哥，你说什么？你真的是龙神集团的董事长？什么？是真的？竟然是真的！你居然没有骗我！曼曼，我说过，我永远不会骗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龙神集团的董事长怎么会心甘情愿待在江曼这种女人身边，还做了整整20年的司机？是你有眼不识金镶玉，曼曼这么好的女人，你不知道珍惜，有的是人知道珍惜。为什么江曼这个女人这么命好？离开许峰，转眼就成了龙神集团董事长的夫人。哎呦，我错了，董事长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要是知道您就是龙神集团的董事长，那就是借我1万个胆子，
我也不敢跟您作对呀。哎呦，得罪曼曼的人都该下地狱，而且永不翻身的那种。爸，他这么欺负妈，直接碾死他们，实在有点不解恨啊！儿子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我刚刚查了一下陈金红的资料，他就是一个靠啃妻上位的凤凰男。要不，咱们再顺带做一件好人好事，把他出轨找小三的证据直接交给他老婆。不要啊！要是让那个母老虎知道我出轨，我会比死惨100倍啊！小远，发，一定要发，让这些在外面养小三儿的凤凰男的老婆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。好嘞嘛。不行，我得走，我得跑。干爹，你上哪儿去啊？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你还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都自身难保了，还管你？马上跟我走，咱们出国，现在就出国。要是被那个母老虎给抓住了，那就麻烦就大了。陈金红，你要到哪儿去啊？老婆啊，我正要去找您呢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哎，我怎么来了？哎呦，你说我怎么来了？你还敢问我怎么来了啊？呀，老婆，轻点，疼。哎，别看我，他的干女儿在这儿呢。小心，快跑！你臭小三，你往哪儿跑啊你？三伯伯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凭什么？大人不做，你当小三啊你？打的就是你！四维宝，你放开我妈！你就是外边养的那个野种吧？正好今天连你一块收拾！起来！董事长，真的是太感谢您了，谢谢您啊！要不是您啊，我还得在家继续当冤种呢。举手之劳，无需道谢。行，那我就先回家处理家事去。走。这陈金红啊，之所以敢让自己的小三和儿子还有许峰在一块儿，一家3口，就是怕家里的老婆知道，这层窗户纸捅破了，他们的好日子可就到头了。老婆，闭嘴！你叫谁老婆呢？曼曼，我也是被那个渣女蒙骗，一时鬼迷心窍，还动了歪主意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会好好的疼爱你的，跟你过好日子。爸，相信你妈妈。曼曼，我就知道你。滚！死渣男！强曼，你干什么？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该受的惩罚我都已经受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咄咄逼人呢？咄咄逼人！许峰，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呢，我实在是不想再跟你废话了。你要想说，跟治安官说去。强曼，你真的叫了治安官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？江总，是谁诈骗了您1亿8千万？同志，就是他。先生，你涉嫌大金额诈骗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是无辜的！你们放开我！证据确凿，有什么冤和法官说去。放开我！啊！你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要跟许峰那个渣男于情未了，又不要我和爸爸了。你妈我看起来像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女人吗？还是曼曼英明，不然
我又要变成没有老婆的野男人了。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嘴这么贫呢？我以前只是你的司机，只能眼巴巴的看你和许峰那个渣男在车里面秀恩爱，我哪敢说什么？爸，你说这话怎么酸溜溜的？怎么会啊？我只不过是一个守护江总20年，连他手都没有牵过的小小司机而已，我怎么敢酸江总啊？我跟许峰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别说亲吻了，我们连正儿八经的牵手都没有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没别的意思。我没有想别的，我只是说说而已。臭小子，皮痒了是不是？好了，咱们在这儿折腾的也够久了，回家吧。好，我们回家。曼曼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总算修成正果。明天我就给你补一场全球最盛大的婚礼。爸，哪能只补办婚礼呀？那结婚需要买五金和钻戒啊。说得对。走，曼曼，我要把欠你的通通都给你补上。那买东西之前，我要先办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对外公布，小远就是我江曼的亲生儿子。好，那就在婚礼上一起公布。好，走。小远，这家店的名字好熟悉，是不是咱们家的？不仅这一家，这一整座商场都是咱们家的。爸，你不会是看我大学毕业了，就准备彻底撒手不管了吧？这不重要，先去选金子。哎，这个项链还可以，麻烦你拿出来看一下。看就看，摸什么摸？摸坏了你赔得起吗？你这些东西放在这儿，不就是给人看、给人摸的吗？那也是给看得起、买得起的人摸的。大妈，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了，我们这是金店，不是2元店。你这服务员怎么说话的？顾客是上帝，难道你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清楚吗？你说谁是服务员啊，大妈？我这叫柜姐，柜姐懂吗？我不管你叫什么，你卖东西，我买东西，这就够了。买东西，大妈，我们可是龙神集团旗下的金店，只为高端人群服务。你们3个看上去怕是连1万块钱都凑不齐吧？够资格被我服务吗？哦，你就这么确定我买不起？你看清楚了，今天的金价加上工费，总共是1200块钱一克。你刚刚看的这条项链，足足有50克，要5万多块钱呢。原来是5万块，看你这架势，我还以为是500万。大妈，你钱包不鼓，口气倒是挺大呀。就你这样的，怕是把你老公的棺材本都掏空了，都买不起吧？小姑娘，狗眼看人低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以我的资产，不说买你这条项链，就算把你们这个金店买下来，也不在话下。把我们整个金店买下来，大妈，你真是说谎话不打草稿哦。妈，别跟他废话，把你们经理叫出来。小屁孩，你是谁啊？你什么身份？也配见我们经理？我是谁？你把经理叫出来，自然就知道了。还想见经理？我看你们就是来闹事的，滚不滚？再不滚我就叫保安了。你这服务员怎么说话的？保安，保安，这里有人闹事，你快点把他们赶走。是谁敢在这闹事？就是他们，快把他们赶走。是。
你们看，那不是陆远那小子。刘少，你看，在金店跟保安起争执的，是不是陆远啊？哟，还真是啊。那他旁边那2个中年人是谁？他爸妈吗？不对呀，他不是梅妈吗？没钱就滚啊！再闹事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管他的，陆远这小子没钱还敢来金店装逼哦！我现在就要录下这视频，在今晚的毕业晚会上当众播放，让他在娇娇面前丢脸。陆远这小子怎么看惯了？该不会是要找咱们借钱吧？那还看什么？赶紧走啊！对，快点走。小远，电梯上那3个小孩一直看我们，你认识他们吗？我同学，一群室友。别在这转移话题，没钱就滚！再来这步骤，我就要动手了。谁说我没钱？你们睁眼，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诸值百亿才有的黑卡，只有千万级别的富豪才有，你怎么会有这张卡？现在我可以买你这金子了吗？不可以，因为我现在就要报治安所抓你。敢偷这么大金额的黑卡，你就等着一辈子把牢底坐穿吧。你说这张卡是我偷的？当然是你偷的。能拥有这张卡的，无不是有头有脸的上流人士，而你身上穿的、手上戴的，还不如我呢，怎么可能有这张卡？连黑卡都敢偷，我看这一家子是惹了不得了的大人物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快点叫支队把他们抓走啊！别人说咱们包庇啊，连累咱们啊！好，我现在就打治安所电话。喂，治安所吗？我们这里有人偷窃，金额巨大的那种。好，就在金宝商场等你们过来。大妈，你说你做什么不好，非得拿黑卡来这里装逼？现在好了，连你儿子都被你拖累了。不止他儿子，我听说进去了可能会影响3代，他孙子这辈子也不可能会有好前程了。你可以让我验资，也可以打电话给银行确认真假。但你偏偏却选了最蠢的一种方法。陆晨，看来你旗下的员工不仅要加强素质，还得培训脑。大妈，你说谁没脑子呢？慢慢说的是我最近太温柔了，以至于他们都松懈下来了。2个装货，真把自己当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了。江福海，给我滚过来！老东西，你算什么？也敢直呼我们经理的大名？经理，你这么着急的跑出来干嘛？我好像听到董事长的声音了。怎么可能啊！经理，董事长日理万机的，怎么可能会来我们这种小店？你肯定是听错了。董事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带我老婆来选首饰。没想到，却遇到你教出来的好员工。你是不是势利眼的毛病又犯了？经理，我只是在替我们品牌筛选一下买不起的穷人而已啊。买不起的穷人？你是说龙神集团的董事长买不起，还是海神首富江总买不起呀？他们真的是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。哦，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马上滚！你们一起滚！董事长，我求你别开除我，我下个月还有贷款要还，我怎么办啊？做服务行业最重要的就是态度，不管顾客有没有能力购买，都不是你对他们恶语相向的理由。董事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怕了。滚吧！我的企业不需要你这样狗眼看人低的员工。还不滚？等着被封杀吗？你们滚！董事长，您看还有什么吩咐？把我老婆刚刚看上的项链包起来。另外，这家商场
还有几家金店这家在内还有5家，联系那4家，包括这一家，你统一做一份转让合同。晚上我会给你个地址，你给我寄过去。好的，请您稍等，我马上去办。爸，你要转让合同做什么？送几个金子算什么？要送就送你妈妈5家金店。爸，还是你霸气。不用了，陆晨，我旗下也有不少金店，你不用送我这些。缺不缺是你的事，送不送那是我的事。老婆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但你得给我一点表现的机会。是啊，妈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我爸的就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。那好，那这礼物我就收下了。喂，哦，杨老师啊，找我什么事？陆远爸爸，今天晚上6点学校组织的毕业晚会，你记得准时参加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今天是小远的毕业晚会。爸，你也太不靠谱了，这都5点钟了，毕业晚会只有1个小时就开始了，这不是忙吗？哦，对了，曼曼，你有空吗？要不要一起去？当然，因为失忆，我在小远的人生里已经缺席了太多重要场合，这次可不能再缺席。太好了，妈，您要是过去，那些嘲笑我的同学估计都会被吓坏了。我居然有一个这么漂亮而且又厉害的妈妈。嘲笑？小远，你在学校跟同学相处的不好吗？也没有，主要就是有一个叫刘毅的，他总是因为我穷带头嘲笑我，还总说我是没妈的野孩子。嘲笑你穷？啊，是我身份太强，我怕给小远的同学带来压力，所以我就一直隐藏身份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一直是一个普通的司机。没事，小远，弱者才需要成群，强者向来独行。今天晚上，妈妈给你准备一份大礼，让那些嘲笑你的同学再也不敢说你是没妈腰的野孩子。好。曼曼，那我们快走吧，再不走，毕业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们先去，我打个电话。好。哎，李特助，我准备在小远的毕业晚会上公布他是我儿子，你安排一下。儿子，老师让家长们去办公室拿毕业证，你先去礼堂，我和你妈妈晚点去找你。好。哎，同学，给。哦，谢谢。同学，你把陆远的也一起给我吧，我是他朋友，等他来了，我给他就好。给，谢谢。不是乔娇娇，你都追求陆学霸这么久了，人都不带搭理你的，这都毕业了，你怎么还上赶着甜呀？哎呀，你不懂，陆远如果真的平易近人的话，那就不是他了。哎，刘少，你女神乔娇娇来了。走。娇娇，今天你可真漂亮。谢谢。娇娇，今晚你……陆远，在这儿。陆远，又是你！陆远，在这儿。陆远，这个给你。这是每个同学都有的，我看你还没来，就先帮你拿了。陆远这没妈的死乡巴佬，怎么阴魂不散呢？一个没妈的小野种，竟敢和本少抢女人！今晚我要让他和他那个司机老爹当众出丑，身败名裂。谢谢。哟，
这不是我们的陆大学霸吗？刘毅，你想干什么？这都毕业了，我来找陆大学霸交流交流感情而已。娇娇，你紧张什么？对呀，娇娇，他们男人说话，我们女人在这挡着，多不好呀。没事儿，都是同学，有什么我们不能听的？陆大学霸别怕，哥几个又不会吃人，你一直躲在女人身后做什么？咱们陆大学霸从小连亲妈长啥样都不知道，嫉妒渴求母爱，喜欢躲在女人身后也很正常。刘毅，叫你的狗把嘴给我放干净点。哼，怎么？他们说的有错吗？你现在不就站在女人身后？怎么，陆大学霸，敢躲不敢认？你妈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哦，对，我忘了，你没有妈。谁告诉你我没有妈的？我不仅有妈妈，她今天还会来参加我的毕业晚会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有妈？哼，开什么玩笑！整个海城大学谁不知道？你妈嫌你爸穷，跑了。你陆远就是一个没妈的野种。王璐、陈月，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对，娇娇说的对，你们两个说话太过分了。怎么能说咱们陆大学霸没有妈呢？难道 KTV 的妈妈桑不是妈了吗？死乡巴佬，你敢打老子？打的就是你，刘毅。看在同学的份上，你侮辱我，我可以放你；但是你侮辱我妈，我绝不容忍。侮辱你妈？哼！本少今天不仅要侮辱你妈，还要侮辱你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本少今天要把他牙全部删掉！刘毅，你们不准欺负他！娇娇，别担心，他们动不了我。陆远，我听说他是富二代，要不你去跟他道个歉吧，不然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，我怕他会报复你。他们最好现在给我下跪道歉，否则我爸妈来了，可就不是一巴掌那么简单了。他们的脾气可没我好。底层人就是底层人，光会吹牛逼。陆远，现在不是吹牛的时候。娇娇，他自寻死路，你管他做什么呀？行啊，陆远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本少今天非得把你给打残了，我倒要看看你那个开车的老爹能拿我怎么样。给我上！都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江总要来了。江总？哪个江总？在这海城还有几个江总？当然是海城首富江氏集团女总裁的江总了。好端端的，江总来这里做什么？哎，这事啊，我听我爸说过，说是江总有个儿子在这上学，今天和咱们一起毕业。江总和她老公丁克不是没孩子吗？这你们就不知道了。今天江氏集团可发生一件足以轰动海城的大事。什么大事？不知道，我爸不肯说。哎呀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咱们今天就算是不为了自己，为了父母，也得在江总面前好好表现。是啊，在场的大家虽然都是富二代，但比起江氏集团这种顶级巨鳄，那还是差了10万8千里。这要是得了江总的青睐，他手指缝里随便露点小细沙，咱们就鸡犬升天了。是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要展现出最好的一面，给江总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刘少，江总要来，要不咱们这次还是算了吧。行，陆远，今天算你好运。哎，不过这笔账我晚点再找你算。刘毅，这笔账不是你要找我算，而是我要找你算。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！给脸不要脸的是你！你骂了我妈，还想从我妈这得到好处，简直痴人说梦。怎么？难不成你想说江总是你妈？没错。什么？我听到了什么？他说他妈是海城首富江总，
你妈要是江总，那我妈就是宇宙首富了。刘少，你跟着书呆子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？赶快找人来把他给赶走吧，免得江总来了晦气。小霞，娇娇不是我说你，陆远这个书呆子有什么好的呀？你干嘛总像条舔狗一样跟在他屁股后面啊？哎，行了，别说了。再说江总都来了，哎，你们两个，赶紧把这个小野种给我拖出去。我看谁敢动我儿子！我看谁敢动我儿子！妈，儿子不怕，有妈在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哇哈，架势还挺足啊！怎么，咱们陆大学吧，这是找了个会演戏的妈来撑场面啊？陆远，你这穷三样，请这位阿姨花了多少钱啊？看着她挺像那么回事啊。就是，还谁敢动我儿子？演电视剧呢，阿姨，您这出场费够陆远他爸开半年车了吧？娇娇，你看，我就说他们家不正常，居然还请个人来冒充家长，真是为了面子连脸都不要了。你快离他远点，可别被他给牵连了。你们闭嘴！王璐、柳毅、陈月，你们平时欺负他就算了，现在人家妈妈来了都要侮辱他。还有你小霞，你是谁的朋友？小伙子，说话要讲分寸，父母的教养有时候就体现在孩子的嘴上。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快看，是刘毅他爸妈来了。爸妈，你们可算来了！你们再不来，我可就被人欺负死了。谁敢欺负我儿子？反了天了！发生什么？小叶，你说清楚。就是他们，那个陆远，我看他一个人可怜，想上去跟他打招呼，他二话不说就扇我巴掌。还有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女人，冒充是他妈，一来就趾高气扬的骂我们，还要打我们。爸妈，你看我的脸还红着呢。走。是啊，叔叔阿姨，我们可以作证，就是陆远先动了手。这个女的还威胁说要让我们在海城混不下去，超级小，根本不把刘少放在眼里，还说要连叔叔阿姨你们两个一起教训呢。好啊，哪来的泼妇，敢打我儿子，还敢口出狂言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赶紧给我儿子跪下道歉，否则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们不分青红皂白，就随意下定论。真是有什么父母，就有什么儿子。穿的人模狗样，还敢欺负到我们刘家头上！我命令你们，立刻跪下来，给我儿子道歉。还有你，也得给我儿子跪下道歉。小小年纪，下手真狠啊！爹妈怎么教的啊？不是这样的，叔叔阿姨，是刘毅他们先嘲笑陆远没有妈妈，也是刘毅他们先叫人打了陆远。这位阿姨只是保护自己孩子。娇娇，你疯了吗？快别说了。娇娇，你胡说八道！爸妈，你别信他们，他喜欢那个陆远，当然帮着他说话。哪儿来的野丫头？这轮得到你说话？我看你就是和他们一伙的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看来二位平时挺忙啊，疏于管教儿子了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还敢教训我？我告诉你，赶紧跪下来跟我儿子道歉，否则你们今天就别想走出这个礼堂。让我们走不出这个礼堂，好大的口气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海城是你们刘家说了算。在海城，虽然我们刘家不能一手遮天，但对付你们这种装腔作势的小角色，绰绰有余。是吗？那我倒是想看看你们刘家有多大能耐。陆远，你和你这个不知道从哪过来的妈，演技可真好啊，差点把本少都给唬住了呢。就是，还看看刘家多大能耐，
说的自己跟多大人物似的，笑死人了。我懒得跟你废话，保安，把他们3个给我轰出去。听好了，我叫江曼，江氏集团的总裁。现在，你们还觉得我在虚张声势吗？什么？他说他是江总，爸，你听见了吗？他说他是海城首富江曼。哎呀，这简直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你是江曼，我倒立吃屎。江总，真的是您啊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江氏集团的人事主管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啊？哦，王璐，原来你爸是我妈公司的员工啊！爸，你叫他什么？江总？哪个江总？还能是哪个江总？当然是海城江氏集团的江总。你懂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爸，我是刘毅，都是刘毅指使我干的。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陆远，江总怎么可能是你妈？江总怎么可能是你妈？江总，陆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教子无方，冲撞了少爷。王璐，你个孽障，还不快过来，给江总、陆先生还有小少爷跪下道歉！江总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不知道他是你儿子，是刘毅，都是刘毅指使我干的，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该打。原来是江总啊，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是啊，江总，陆先生，这个小孩子之间呢，打闹是很正常嘛，是不是？快起来！误会，打闹。刚才令公子还有这2位，可是口口声声要我儿子走不出这个礼堂，还要跪下道歉。现在一句误会，就想接过了？谁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江总啊？闭嘴！小远，这个事儿是因你而起，你想怎么处理，妈妈都支持你，你来决定。刘毅，你以前的那些言语，作为同学来说，我就不深究了。但是今天你侮辱了我妈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海城不需要你们这样嚣张跋扈、教子无方的所谓权贵。什么？陆远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？就因为你跟我儿子发生点矛盾，你就断了我们生路？狠毒？比起刘毅刚才想对我做的，我已经算是仁慈了。好一个江氏集团，好一个陆总，你以为我们家是随随便便被人家封杀的吗？对，你们别太毒。我侄女可是方家领头人方月，方家知道吧？和龙神集团都有关系。就算你是江家，也惹不起龙神集团吧？方月，哪个方家？就是你前夫小三儿的干爹的老婆，前几天见过。哦，是他呀。那给你个机会，打电话给你侄女儿方月，让她来救你们。打就打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月月是最喜欢我这个姑姑的，要是她知道你们这么欺负我，有你们好看的。喂，姑姑，什么事儿啊？月月，你快来救救姑姑！我们在海城大学的礼堂被人欺负死了，你姑父和小叶都要快被人逼死了，你快来啊！什么？谁这么大胆？哎，敢在海城欺负我们方家的亲戚？是江氏集团的江曼！月月，你快来啊！有龙神集团的关系，压死他们！姑姑，他身边是不是跟着一个
叫陆琛的司机。是啊，有一个开车的司机，哦，叫陆琛。月月，你快来啊，把龙琛集团的人叫过来！姑姑呀，你闯大祸了！那个司机就是龙神集团的董事长。啊，郝志宁，你快救救姑姑吧！什么侄女啊？我没有姑姑，少来攀亲戚。董事长，戏看完了，看来你们的救兵来不了了。保安，把这几个人给我拖下去。今天是我儿子的毕业晚会，不要让我看见这几个垃圾。哎，不是，我。好了，讨厌的人都走了，儿子没吓到吧？这位是你同学，刚才很勇敢哦。阿姨好，叔叔好，我是乔娇娇，是陆远的同学。刚才谢谢你。不用谢，陆远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，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，这时天刚好黑了。